大家好，我是小陈。今天我们从一个新闻开始聊起，聊了 AI 与著作权、AI 与专利权。台湾作家吴淡如利用 AI 画图，并且将图宣称是自己画的，这件事掀起一片网络谴责。对于大部分人而言，确实是看笑话笑笑就好，但是对法律专家而言，这件事并不简单，这背后涉及专利权的问题。今天我从现行的法律、著作权的精神延伸到专利法，实际案例以人为本的人文社会底线综合分析。人类利用 AI 产生创作成果到底是属于开发 AI 的人，还是属于使用 AI 的人，还是都不属于任何人呢？我们要先了解法律上的著作权。著作权保护的标的非常广泛，包含小说、诗歌、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雕塑、绘画、摄影等等。一般来说，对于著作权的保护是作者死后50年，过了50年后就可以任意出版、改编。对于受者作权保护法的认定原则，要求作品具有独创性、原创性和创意性3大原则，并且会根据作者对作品的投入、贡献，决定作者是否满足这3原则。在法律上，原创性和创意性会定成为原创性门槛，但是在实务判定上往往会分开来讨论。独创性是指一个作品具有足够的独特性和独立性，可以区分于其他已经存在的作品或者创作。独创性要求一个作品不能仅仅是其他已经存在的作品的副本或改编，而应该具有某种独特性或创新性。原创性是指一个作品的创作是由作者自己进行的，而不是从其他作品或素材中直接或间接地抄袭或引用。原创性的要求是对抄袭行为的一种限制和防范，保护作者的创作权益。独创性与原创性很像，就衍生作品而言，独创性是允许借鉴的，但是衍生作品和原作的差距必须一目了然。原创性是保证重要的情节、片段不可以被使用。最著名的案例就是金田一人馆村抄袭占星术杀人事件。虽然所使用的文字、情节完全不一样，读者可以轻易辨别2本小说，所以被视为满足独创性，但是核心的手法被视为具有创意价值的一部分，是不允许够借鉴使用的。所以即便满足了独创性，也不一定满足原创性，但是满足了原创性，一定能够满足独创性。最重要的元素就是创意性。创意性是指一个作品表现出作者独特的创造力和想象力。创意性可以体现在作品的内容、形式、风格、结构等方面，可以是独特的观点、概念、情感或者语言表达方式。创意性是著作权保护的一个关键要素。实务上，作品该不该被著作权保护法认定，会综合考量这3方面进行评估。目前对于电影解说同人志的看法，都是基于合理运用的原则，并且肯定2创作者的独创性、原创性和创意性。台湾谷安莫利用制作电影解说，在网络上爆红，被提告侵犯著作权。在认定是否违反原创性上，会考量合理运用范围，而这个限度是由法官主观判断的。谷阿莫的视频解说，原创性不足，汲取太多别人的素材。就像小说借鉴是可以的，但是不能抄太多。谷阿莫明显抄太多了，所以违反著作权法，必须支付罚款和和解。了解著作权法的衡量关键，我们就可以审视问题：吴淡如使用 AI 绘图，法律上是否算作吴淡如的作品？在独创性方面， AI 绘图是基于大量资料库中的模仿，但是资料库数量很大，我们无法分辨 AI 是抄袭哪一个作品，所以 AI 绘图和一个已存在的作品可以被区分。显然在独创性上， AI 绘图、AI 小说是可以取得高分的。在原创性上，基本上我们找不到 AI 绘图的原创，因此不存在原创性的问题。关键就在于创意性上，使用 AI 生成的图片、文字有包含作者的灵感、概念、观点吗？就算被承认包含作者的创意，得分也会很低。我们基本上可以否决 AI 的作品具有创意性，也就是说，未来任何 AI 生成的图片、文章，甚至是代码，
都不被著作权法保护，属于全人类的资产。只要你找得到，可以随意使用，甚至参赛。抱歉，刚刚提到的参赛，确实已经发生了，还得了奖。别高兴得太早，故事没有这么简单。如果将该生成的作品加上人工的后置，就可以被认定为具有创意性。参考古阿莫的案例，连二创电影解说都被解释为具有创意性。那 AI 绘图后打个浮水印，想必也是另一个饱含作者思想与灵魂的作品。AI 创造的小说，只要经过一定编辑，也能够被视为著作权法保护的标的。讲完著作权，聊一聊专利。现在商业环境下，专利的所有权都是属于出资的企业，只有企业才能负担得起高额的专利申请、维护、官司费用。以个人的名义拥有的专利，大多是毫无价值的废物，用来赚取教授生等学生升学的积分。所以即便是未来 AI 的诞生，让新发明变得更容易，专利权的实际拥有人也还是企业。当然，个人也可以无私公开自己的发明，这样一来，新发明就属于全人类。也就是说，利用 AI 的发明不属于 AI 的创造者，也不属于全人类，而是属于实际投入资本完成实验，并且付费申请专利的企业。如果 AI 的诞生让新发明变得更容易，资本家、财阀、大企业是不是很快能够把专利占满，垄断全人类的科技发展？AI 的诞生不会用于服务人类，而是用于剥削人类，让社会变得高科技、低生活。赛博朋克提早到来。根据国际法，专利的期限一般来说是20年，可以延长，但是最多不能延长超过5年。专利法还有一些天然限制，例如不能将竞争优势用于垄断。对于医疗药品和器械的专利，攸关全人类福祉，也通常会让企业做一些让步。当然，我们也知道，实务上西方国家并没有这么做，反而是拿着智慧财产的大旗，大肆掠夺全世界的劳动成果。专利法的立法精神上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的福祉，奖励发明，所以给新发明者一定的期限使用权，用来回收研发费用，赚取合理利润。如果社会重大变迁，大幅降低新发明的难度，那回收研发费用的时间就不需要20年。我认为法律是有可能随时代变动的，未来专利权的适用期限将会缩短，让法律符合立法的精神。大家对 AI 未来的畅想更多是在工作上、投资上。我认为现在谈这些都还太虚。可以确定的是， AI 的诞生让发明与创作的格局有巨大的变革。法律人和投资人都不能用传统观念新考新问题，要顾及社会观念变迁，制定最符合当代价值观的法律。所以法律上的界定急需明确，未来会需要大量立法、实务判案、追踪证据的人才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趣的话，拜托各位帮我点赞订阅。我是小陈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